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欧奇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模型是由塑形出品的突击手贝尔加，这个已经是他家的第3弹作品了。然后这边包装的话也是正常的，有一个雪泥纸。拆开过后的话，可以看到大致的一个峰会风格，其实和前面2款是类似的。这个经典表情包加上它的这个面雕都已经装上去了，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特别细节的关节防蹭色。然后周围看一下它大概盒子的一个呈现，其实风格非常一致。很好看，就你摆起盒子来的时候看起来会很舒服。然后打开看一下内容物，这次打开盒子过后，其实可以看到，因为它这一次的武器配件很多，所以这个板件是有3块，2板是那个拼装的武器板件，然后一个是主体。打开过后，其实会发现它这边是少了2对耳朵，然后2个耳朵替换件在这儿，一个下垂的耳朵替换件的话，这一次是放在了武器板件上面，它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角，然后就少了耳朵这件事了。其实大概的分布和之前也是差不多啊，勇气章、臂章和腿部的一个手枪枪套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新规的一个零件，是一个带着发饰的护目镜，一个腰挂腿部替换件，这一次特别多出的一个裸足替换件，然后下面的卡片加上主体，像这个第1台支架里面的话，不出意外啊，一个狗牌是有的支架零件，然后还有手型的一些零件。那这边也是把之前的雷奥尼和艾莲娜给拿出来一起做一个对比啊，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画风方面的表象其实是非常一致的，就美术风格非常统一，做得很高。那贝尔加的话，相对于之前的这个雌小鬼和御姐来说，它的风格更偏向于一个甜酷的反差。而且这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我原本是以为2款它的身形是绝对一致的，我甚至怀疑过贝尔加用的是雷奥尼的这个素体啊，结果你这么一对比，发现他们其实素体这边的差别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雷奥尼的胯部它会要丰满一点，但是胸比较小。贝尔加这边的话，它整体的身体造型就更加匀称。艾莲娜那边就不用再去做对比了，它已经有个很明显的御姐的身材在那个地方了。还是和之前相似啊，它的整体身高是在 15.5 厘米，然后标准的一个1:12的尺寸，发色是一个比较低饱和度的一个粉色，并且在头发部位这一次也是有一个阴影过渡，他们家的涂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标志性的兔耳也是衔接上去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兔耳和它这个发箍表面也是有一个阴影的渐变，这边把高光和阴影都做了出来，看起来是非常精致的一个表象。然后就说到这个高亮面的一个镜面的兔女郎的连体衣，这个皮质和漆面它是非常统一的，并且表面没有明显的瑕疵，包括在这个腹部它有个镂空的结构，这边也是做的非常明晰的。在背面的话，包括腰腹这个地方的缝合都是以涂装的形式进行的一个上色，但是没有明显的大出界或者是脏气的情况，这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在肤色这一次，它的表面也是有上了一层肉色和一个白色过渡的一个颜色，它是做出了一些阴影的。而且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它每个地方的肤色不是给你一个呈现键，有提到的不是这种非常光亮的呈现键，它是有一个消光对比，而且不光是消光，还做出了一个肤色的喷涂，类似于 GK 它的一个做法。它本身用的是有水性漆，因为之前了解过，为了出口或者其他原因，他家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油性漆，用的是水性漆的一个涂装构造，外面再上一层消光保护漆和光油。这个情况你如果想变态，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吃的，舔一下可能无毒吧。然后关于漆面的稳固度啊，这边给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用力的擦了过后，然后抹干，它的一个表象之前出现脱漆的问题倒是我自己没遇到，这个脱漆的问题看来也是得到解决，拿手上去搓也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还是要说一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喷过消光的，消光漆就是有一些摩擦染色，所以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配件啊，通用的一些配件，之前如果是玩过这个10年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它除了这2个向下垂的兔耳之外，还有2个向上立的。安装的形式就直接把这个给往外拔下来，然后找对位置直接装上就好。这里的话，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分左右就 OK。其实它有一个防呆设计啊，如果你装反了，其实有些装不进去。防呆不防傻，就大力竖起记忆也能干进去，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一些。然后就是这一套，它总共配备了3个面雕，分别是本身就带上这个高光瞳孔的兴奋脸，然后一个呆滞的懵懂脸，然后一个冷峻的战斗脸和一个正常的温柔脸。我个人的话是很喜欢这个脸型的，因为它看起来非常傲娇。其次很乖的话就是这2个脸型了。然后这一次很特殊的是给到了一个带有护目镜的前发饰，这个发饰的话是需要把前额给直接取下然后进行安装的，并且这边它是你可以
不用换面雕，因为面雕在这个地方你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扣合，比如这个样子，你只露出嘴巴，那这个面雕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嘴巴，看起来好像是在护目镜里看到了什么很惊讶的事儿。然后换成其他脸型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嘴巴很自信的一个笑容，然后再换一个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微笑。一会儿我会把所有装备起来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其次就是手型这个爪爪手大家在莱奥尼上有看过，然后是一个比耶的手型。再而就是2种不同形式的握持手，这个并没有什么特点，但还是要提一句，每一个手型上面的指甲油它都是有涂上去的，非常的细腻，而且这个造型很漂亮，也是有上过油漆的。默认的手型这边就放了一个右手的比 OK 的手型，也是有指甲油，然后左手的话就是一个伸小拇指，侮辱性极强啊。同时模型还配备了2个手关节的替换键，以免就是把玩坏了以后可方便直接进行补件，售后这一块还很不错啊。接着就是特点，裸足替换键一对。这一对替换键的话，足部它是一个把大拇指向上伸的一个状态，这边姿势如果你得当的话，它是可以正常这个站立起来，然后不需要任何扶持的，它可以站立得很好。细节方面的话，咱们靠近看一下细节。这边也是有指甲油的一个涂装，然后整体的话很圆润，脚掌的掌面看起来也是肉漉漉的一个感觉，也是有一个漆面的涂装，并不是成型色。这边也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的2个小腿和脚部、脚踝之间的这个键，它就是会用到一个成型色，这边看起来就相对比较光亮。有条件的话，其实可以自己喷涂一下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厂家没有喷啊？但是这个是个泡沫键。对，泡沫键不吃漆，专属专攻忘了，泡沫键不吃漆，但是泡沫键的稳固度非常高，所以这个地方没喷涂。倒是能够去理解一下，前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分关节，所以在膝盖的地方它是做了喷漆的。至于其他的通用配件啊，比如说这个试剂章、臂盾，然后还有2边的这个枪套，还有腿环，还有旁边的这个弹药包，其实装起来就是雷奥尼这个样子，所以这边我就不去装载了。这次武器其实挺豪华的，首先这个近战武器是2把匕首，然后这边是已经做过一个预涂装，但是大家注意一个点，就是你从流道上取下的时候，它的刀面黑色这个位置是可能需要补一下色，这是没办法避免的。然后是一个带有消音器的手枪，这个消音器它是不可拔的，如果你有前作的模型的话，这你完全是不用去管，因为你有其他的小手枪，弹夹这个可插拔的玩法它也是有进行保留。其次是2个手雷啊，手雷的一个基础构造还是很不错的，都是保险打开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有条件还是说可以涂一下。一把 AR-215 自动步枪，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它全身首先肯定很多朋友不喜欢拼装啊，而这一次我拼装下来发现很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它的这个上面瞄具1、2、3，然后加上旁边的枪管，这个也可以取下。我装的太紧了，取不下来。它可以取下来，然后把手也是可以滑动的，任何在它这个滑槽上可以装载的装备，它都是可以滑动和装载的，这儿就很有意思。包括后面的这一个，它只是有一个轻微的活动，你可以往前继续堵死，然后调整它的一个动态。弹夹这边也是可以拔下来的。前面这个插销，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会更正式一些。然后这边是有2把 MP7A1 的微型冲锋枪，这边它的版型都是一致的，但是看到会有一点点缩胶的情况出现。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金属的拉伸，在上面的弹夹、前面的消音器，还有上面的瞄具都是5个可以自由拆卸的。前方这里的把手可以自由的进行活动，然后这里可以进行拉伸。如果我说你这棍儿丢了，可以尝试一下 0.5 毫米的这个铜丝，我的是在的啊。然后我刚才突发奇想，就觉得拿个铜丝来试一下，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，而且很结实。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在拼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，它还是很容易滑落的一个状态，平时要注意收纳。作为突击手来说，4把武器，2把冲锋枪，1把手枪，1把突击步枪，然后再加2个手雷和2个近战武器，它的这个配件量说还是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。眼镜的话，一个护目镜，相对其他2款的话，虽然都没有大举和盾牌，但是又有了裸足替换键，加上护目镜，
还有腰部的这个弹药包的一个加持，我觉得还是性价比拉的比较高的。腰包的安装方式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把后面它的尾巴这边直接插拔掉，然后安装上去，孔对孔，然后再进行固定就 OK 了。就是说，其实它这个腰包你算起来的话，3个角色都是可以装的，因为安装方式在这个地方，也是作为在背后留了一个孔洞的小丝。然后关于背后的这个孔的话，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，这个支架。F2S 假面骑士，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？这个支架挺适合它的，我几乎还备了一个，然后留给贝尔家用。其实还有一个多的，因为这个是龙骑里面专门春龙的那个支架，他们一个小体积的话，配起来非常的合适。这边地台里除了一个贝尔家专属的一个狗牌，前面也是有它的相关信息AB 型，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冰箱贴，这边算是一个小特点了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可动性方面的话，其实和前面2款并没有实际的大差别啊，像这种直接把双手靠在胸前合并的这种动作，或者是它手关节之间的这种齿轮关节，它的这种段落感，它都是没有取消的，并且这个也是他家模型的一个特色。这种在关节部分留下的这种齿轮设计，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很大的一个稳固度。当然，这款模型它的预定期是去年的7到9月啊，正式发售的话，这今年上半年也是有一点小月期了。那最近大货才出来，也是刚到手的一个测评件。那这一期就是塑形的兔子快速反应小队贝尔家的一个整体测评。如果有在视频中没有说清楚，或者是比较模糊的地方啊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里提出来，我都会一一回复。那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。我是侯奇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